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点击订阅频道，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赵丽颖美国亮相引热议，入场迷路找座位，助理保镖排场比红毯还大。6月7日，有网友晒出在美国偶遇赵丽颖的照片。据悉，赵丽颖是带着作品在人间来此参加 Tribeca 电影节的，与她一同出席的还有男主角尹昉。两人合照看上去还是挺有 CP 感的，在合照中能够看到赵丽颖站在 C 位，她将粉发染回了黑发，显得非常大气。赵丽颖佩戴了钻石耳环与钻石戒指，款式与这一身造型都很搭配，状态看上去特别好。在路人的镜头下，赵丽颖的皮肤虽然显得有些黑黄，但是总的来说还是很精神奕奕的。侧脸与身材都十分优越。据悉，这条礼裙是阿玛尼2025年的高定款，真是太漂亮了，非常高贵。不少粉丝对赵丽颖今日的造型都觉得特别棒。还有在现场的网友拍到了赵丽颖入场的视频，能够看到一开始赵丽颖还不知道自己坐在哪里，于是走过了自己位置，虽然被工作人员指路，带到了正确的位置上。赵丽颖在找座位的时候一脸茫然，看上去让人觉得还画面挺尴尬的。找到座位后，能够看到在赵丽颖的身边还有2个助理，都在帮她整理座位，其中一个助理手上还拿着赵丽颖的披肩。要知道，赵丽颖因为常年拍戏劳累，身体很怕冷，所以坐在有空调的室内，她都会穿着披肩保暖。据现场网友透露，在现场还有一名黑人报表，看上去身强力壮，真的很高大。毕竟在国外人身安全还是相当重要的。网友表示，觉得这个报表比自己的身形大3倍。不过，在赵丽颖的身边并未见到绯闻男友赵德胤。既然此前赵丽颖在社交软件公开否认了恋情，估计此后也就看不到两人合体了吧。赵丽颖的新剧在人间正在热播，她自己也很努力的做宣传。今天的这场行程许多粉丝都不知道，所以看到之后觉得非常惊喜。赵丽颖在出席活动之前一直在陪伴儿子想想。有八卦媒体拍到赵丽颖带着儿子在公园玩耍的温馨画面。现在的赵丽颖看上去就如同女王一般高贵，但是在公园里陪伴儿子的赵丽颖，光脚踩着沙子与儿子享受天伦之乐，看上去与普通的妈妈没有什么不同。赵丽颖亮相美国影视活动的现场视频曝光后，迅速引发全网热议。作为国民度极高的一线女演员，赵丽颖的每一次公开露面都备受关注，而这次亮相海外活动本应是一场形象输出与国际化的展示，却因为找不到座位的片段被无限放大，引发了一场关于咖位排场礼遇以及女明星尊严的激烈讨论。一时间，社交平台上争议四起，有人心疼赵丽颖在人海中孤立无援的瞬间，有人质疑她团队排场与现场待遇不符，还有人反思，为何我们的顶流女演员在国际场合的仪式感仍显薄弱。视频中，赵丽颖一袭黑白简约礼服，整体造型大方得体，在助理与安保的层层保护中步入活动会场。然而令人意外的是，进入会场后的她明显露出了迷茫神色，眼神不断扫视四周，像是在寻找自己的座位。这个场景虽短，却迅速击中了网友的情绪点。不少人留言称看着都尴尬，她该不会真的没有预留座位吧？赵丽颖好无助，心疼她。这一幕无疑为本应是光彩夺目的国际亮相增添了几分窘迫和无措，而网友的反应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代观众对明星尊严感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也有细心的网友注意到，赵丽颖身边围绕着多位助理与保镖，阵仗之大堪比红毯走秀。甚至有粉丝开玩笑说，他的团队把会场都包围了，可惜没人告诉他坐哪儿。这种排场巨大与实际待遇之间的反差，也成为这次话题的热议焦点。在信息碎片化时代，公众往往更关注视觉冲击，而不加修饰的生图与突如其来的找座尴尬，恰好击中了舆论对虚实不符的敏感点。
其实，明星亮相海外活动本身就是一次高风险的文化输出，既要应对语言差异与流程不熟，又要承担舆论放大镜的放射。赵丽颖作为中国影视代表人物之一，此次前往美国，不论活动本身规模如何，初衷都是拓展影响力，寻求更宽广的舞台。在这样的背景下，麋鹿找座位更像是一种文化语境交叉下的无心之失，却在社交媒体的加持下，被无限放大成了失格不体面的象征。这背后实则是观众情绪的复杂投射，他们既对赵丽颖寄予厚望，又对其在国际舞台上的一举一动苛刻审视。而从赵丽颖自身而言，她的反应依旧沉稳，并没有因突发小插曲而显得慌乱，反倒表现出一种淡定与克制的素养。她没有对镜头回避，也没有倚靠团队大喊大叫解决问题，而是安静地观察环境，耐心地等待提示，最终顺利入座。这种举止其实更可贵地展现了她的职业素养与自我克制，即便在短暂的无措中，也始终保持着得体与礼貌。这种从容，恰恰是一名真正女演员的成熟标志。当然，这场找座风波也从侧面反映出娱乐行业在对接国际活动时仍存在的一些不匹配问题。团队与主办方的沟通是否到位？行程是否提前彩排？明星在重要场合的礼遇与安排是否得当？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恰恰是国际影响力的体现。赵丽颖并不是第一个在海外遭遇失配情况的中国明星，也很可能不是最后一个。如何在细节中真正做到与世界接轨，不仅仅是赵丽颖个人的课题，更是整个行业、整个文化输出生态系统需要正视的现实问题。与此同时，也有不少理性粉丝在网络上发声，呼吁大众不要被短视频带节奏，更不应仅凭一张照片或几秒视频便评判一个人是否尴尬失礼。他们表示，赵丽颖在国际场合并没有跌份，她美德大气，举止优雅，找座这种事常有，没必要无限上纲上线。真正的尴尬不是找不到座位，而是被拿着放大镜去审视，连个转身都要被解读。这类声音在舆论场中起到了平衡作用，也提醒我们要用更客观的角度去审视公共事件。退一步说，如果我们将这次找座尴尬看作一次偶然的人设破格，那它也未尝不是一种意外的亲和力建立。赵丽颖从拼命三娘到如今的时尚女神，她的成长之路一直备受尊重，但在这样一个稍显狼狈的瞬间，我们却看见了一个更真实的她，不是完美无缺的女神，而是一个在陌生环境中也会短暂迷失方向的普通人。这种真诚与不完美，反而拉近了她与观众的距离，也让她的高光多了一份人情味。结语部分，我们希望观众们在看待艺人的同时，也能给予更多理解与宽容。赵丽颖作为一位演员，她的本职是创作角色，呈现作品，而非在每一次公共场合都做到滴水不漏，十全十美。公众的讨论本身是表达关注的方式，但如果这份关注能多一分理性，少一分苛责，那么我们的文化土壤也会更健康、更友好。他的国际亮相或许在形式上有些许瑕疵，但这并不能抹杀他在国内影视作品中积累的实力与努力。未来无论是赵丽颖还是其他中国演员，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都注定会面临更多未知与挑战。希望我们在期待他们走得更远、更高的同时，也能记得给他们一份温柔的目光，哪怕是在他们迷路的时候，也能成为那束照亮方向的灯火。因为真正的支持，永远不只是高光时刻的掌声，更是在偶尔失落中给予他们力量的理解与陪伴。清淡如你，却浓烈入心。王一博被告白名场面，全网心动暴击。从王甜甜到王大爷，王一博的蜕变远不止一句喜欢清淡的你。10年间，他卸下浓妆，展现真实，用实力证明极致的热爱能让人在甜与苦之间自由切换，万物皆酷，慢慢长大。哎，这阵子网上可真是热闹啊，是不是总能看到一句话在刷屏？
内娱第一个对王一博说“我还是喜欢清淡的你”的人，简直是个天才。这话说出来，大家可能都会有点好奇，王一博、清淡这俩词儿凑一块儿，怎么感觉有点不搭调呢？平时咱们看到的王一博不是挺酷挺铡的吗？怎么突然就跟清淡扯上关系了？这背后到底藏着什么事儿，能让大家这么议论纷纷呢？今儿个咱们就来好好聊聊，看看王一博从大家口中的王甜甜变成现在的王大爷，这中间是不是真跟那句清淡的话有啥关系？咱们先说说王一博出道这些年吧，那真是变化挺大的。文章里头提到他刚开始那会儿就是个纯调戏的偶像，用现在话说，那叫一个绝美。你想想看，一个男孩子能用漂亮来形容，而且还带着一股子清高冷艳劲儿，那得是多吸引人啊！好多人就是被他那时候的气质给迷住了，觉得他就是那种高高在上，让人不敢轻易靠近的白牡丹。后来到了创造营那会儿，他又变了个样儿，头发颜色换的勤，什么红的绿的蓝的，就没有他不敢染的。而且人家染出来还特别好看，每个造型都跟画报里走出来似的。最让人印象深刻的，还得是他跳女团舞的时候，那表情管理简直了。明明是个男孩子，跳女团舞却一点儿不显得娘气，反倒带着点儿酷劲儿和奶胸劲儿，所以大家才都叫他王甜甜嘛，这个名字可不是白来的。再往前倒腾，他刚加入天天向上的时候，那更是个乖巧的小甜豆，话不多，但你让他干啥他就干啥，听话又可爱。现在回过头看，文章里说的也挺对，那个时候的王一博确实跟现在舞台上那个霸气十足、跳着劲舞的他，感觉不是一个人。就好像你翻看自己小时候的照片，总会感慨那时候的青涩和单纯，虽然回不去了，但那种感觉是真美好。不过呢，这文章里头突然就甩出一个大瓜，说王一博从王甜甜变成王大爷，那是因为拍《陈情令》的时候，肖战跟他说了一句“我还是喜欢清淡的你”。这句话一出来，可真是把大家都给镇住了。一句清淡，真有这么大的威力，能让一个人发生这么大的改变？这事儿听起来确实有点玄乎。你想啊，一个艺人的风格转型，那可不是闹着玩的，背后肯定得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就因为朋友随口一句话，就能改变一个人这么多年的风格，这有点说不通吧？而且，是不是真的肖战说的这句话，咱们也不好100%确定。文章里说一个敢说，一个听话，这话一听，感觉有点把肖战塑造成了王一博的人生导师，好像王一博的改变都是因为肖战的指点。但事实真是这样吗？会不会是粉丝们因为喜欢他们俩，所以把一些想象和美好的愿望加在了这上面呢？咱们得理性的分析一下。首先，《陈情令》这部剧对王一博来说，那绝对是个转折点。这部剧让他从一个流量偶像，真正开始被大家认可为演员。他在剧里的表现，确实也让很多人对他刮目相看。而他和肖战的合作，也确实给他们俩都带来了巨大的关注度和人气。至于肖战说的那句清淡，咱们可以理解为是朋友之间的一种玩笑话，或者是一种对彼此个性的欣赏。毕竟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风格，肖战可能确实觉得王一博清淡一点更好看，更有味道。这就像咱们平时跟朋友聊天，可能也会随口说一句你穿这件衣服更好看，或者你剪这个发型更精神。这都是个人喜好，不是强制性的要求。但要说王一博的转型，就仅仅是因为肖战的这句话，那可就太把娱乐圈的事儿想简单了。要知道，一个艺人的转型，那往往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你看啊，随着年龄的增长，一个人的想法和规划肯定会变得更成熟。王一博从偶像转型做演员，甚至去玩摩托车，挑战各种极限运动，这不就是他想尝试更多不同领域，
不想被局限住的表现吗？他可能早就想摆脱王甜甜这个标签，想展现自己更成熟、更多元的一面了。再者，艺人背后的公司，那也是很重要的推手。公司会根据艺人的特点、市场流行趋势，还有手里的资源，来给艺人规划发展方向。从偶像转型做演员，通常意味着更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长久的职业生涯，这对艺人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还有就是观众的审美也在变。前几年小鲜肉特别火，但现在大家越来越喜欢有实力、有内涵的艺人。王一博的转型正好就符合了这种市场需求，让他能在竞争这么激烈的娱乐圈里脱颖而出。所以啊，把王一博的转型全归结到肖战的一句话上，那有点太片面了。肖战的那句话可能只是个有趣的引子，但真正让王一博发生这么大变化的，是他自己内心的成长，还有外面环境的各种推动。文章里还提到，后来王一博就变成了大家口中的王大爷，越来越清淡了，甚至说他是内娱素颜出镜最多的年轻男艺人。拍杂志素颜，走红毯素颜，纪录片里更是全程素颜，主打一个真实、清淡。这又是咋回事呢？难道清淡真成了王一博的致富密码了？其实啊，我觉着这个清淡更像是一种返璞归真。当一个艺人有了足够的底气和实力，他就不需要靠那些花里胡哨的包装和修饰来证明自己了。他敢于素颜出镜，这本身就是一种自信，一种真实，说明他不在乎那些外在的东西。你想想看，当一个艺人敢于把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展现给大家，这说明他内心是强大的。他告诉我们，王一博的魅力已经超越了那些光鲜亮丽的外表，而是来自于他骨子里的实力和人格魅力。文章里说，素颜之后的王一博更高级了，有一种介于男孩和男人之间的魅力，男性荷尔蒙的帅。这话我可太认同了。当他卸下浓妆，展现出最原始、最真实的一面时，反而更能看出他眼神里的坚定，还有他身上那种沉稳的气质，那种痞帅的酷劲儿，还有清淡的邻家男孩感觉，在他身上完美融合，散发出一种特别的魅力。文章最后用万物皆酷，慢慢长大来形容王一博这10年，我觉得真是再贴切不过了。这10年，他从一个刚出道的小弟弟，变成了现在独当一面的王一博。他尝试了各种不同的身份，他当过偶像、演员，也做过主持人、火炬手，还参加过摩托车比赛，甚至还去洪水里救过人。这简直就是个全能选手啊！这种不断尝试新事物、挑战自己的精神，特别值得咱们大家学习。他的实力也是一路飙升，从一开始默默无闻，到现在火遍全国，甚至还获得了金鸡奖的提名，这背后付出的努力和汗水，那可不是一般人能想象的。他用自己的实力证明了自己，现在说话也有了分量。他的心态也特别好，面对那些不实的传闻和恶意的攻击，他总能轻描淡写地说：“有吗？我不记得了，还好吧，我心比较大。”这种直率、童真的心态，让他能心无旁骛地做自己喜欢的事儿，不被那些外界的闲言碎语给影响。还有就是他的坚持和热爱。21岁认定的事，就算到了81岁也要坚持。喜欢的事情就做到极致。这些话不仅仅是王一博自己说的，更是他一直以来都在做的。正是因为对热爱的极致追求，他才能不断突破自己，创造一个又一个的惊喜。王一博这10年就像一场爬山，他从山脚下一步一步往上爬，路上肯定遇到过风雨，也遇到过困难，但他从来没放弃。最后，他终于登上了山顶，看到了更美的风景。但他却说，有的时候还会继续挑战自己，往更高的山上去爬，去看没有白走的路。这种永不满足、不断挑战的精神，才是他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所以啊，回到咱们一开始说的那个问题，
内娱第一个对王一博说“我还是喜欢清淡的你”的人，简直是个天才。这句话与其说是个事实，不如说是一种对王一博现在这种状态的最高赞美。他巧妙地把王一博的改变跟某个关键人物联系起来，制造了话题，也表达了大家对王一博现在这种清淡之美的认可。但我个人觉得呢，王一博的清淡并不是因为别人一句话就能改变的，而是他自己成长、事业发展，还有市场需求等多方面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他从王甜甜变成王大爷，是从青涩到成熟，从偶像到演员的一种完美蜕变。这种清淡不是平平淡淡没什么特点，而是洗尽铅华后的沉淀和高级。它代表着一种自信，一种真实，一种不被外界定义的强大。王一博用自己的这10年，向咱们大家证明了什么是万物皆库，慢慢长大。他让我们看到，当一个人把热爱做到极致，把实力作为自己的底气，那么无论是甜还是清淡，都能散发出耀眼的光芒。王一博，你继续发光发热，咱们大家伙儿努力跟着你的脚步，因为你的每一步都值得咱们去学习，去佩服。在娱乐圈这个光怪陆离的世界里，喧嚣与热闹似乎是主旋律，许多明星用张扬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希望在短时间内吸引最多的目光。然而，王一博却用一种近乎清淡的方式悄悄地打动了无数人。他不张扬，不喧哗，不迎合潮流的刻意追逐，却像一杯清水，越品越有味道，越看越让人心动。正是这样的清淡，却带来了最浓烈的情感暴击。在一次粉丝的公开告白中，清淡如你，却浓烈入心的话语击中了无数网友的心。这一幕也瞬间在全网引发了强烈共鸣与热烈讨论。王一博从出道开始，走的就是一条不太容易但极其清晰的路。他不靠炒作，不依赖热搜，不玩人设营销，而是一步一个脚印，用作品和实力让观众认识并记住他。在《陈情令》中饰演的蓝忘机，一举打破了他早期偶像派的固有印象。冷峻深情、内敛克制的表演方式，不仅仅是对角色的诠释，更像是他自身性格的映射。他没有喧哗地宣扬蓝忘机的情感，也没有过多的情绪波动，甚至台词都不多，却让人一眼看进了心里。这种清淡的表演方式，并不代表感情的缺失，恰恰相反，是一种极致的克制与情绪的内化，往往更能撩动观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而在现实生活中，王一博也是一样。他不善言辞，却懂得用行动表达。他不是那种爱在社交媒体上频繁更新、晒私生活、制造话题的艺人，相反，他的动态总是少而精。每一次出现，都是为了作品，为了创作，为了向观众展现出最真实的状态。他尊重每一个角色，尊重每一次合作，也尊重观众的期待。他曾说：“我不太会说话，但我想让大家通过作品了解我。”这样一种清冷却坚定的态度，反而在浮躁的娱乐圈里显得格外动人。正是这种清淡的态度，让王一博身上具备一种稀有的质感。他不像烈酒那般浓烈热辣，初闻就醉，也不像香水那样扑鼻馥郁，转瞬即散。他像是一缕晨光，温和却坚定地穿透黑暗；像是一抹月色，静谧却始终守候在你身边。这种不喧不哗却深刻入骨的气质，让很多粉丝甚至路人都不由自主地被吸引。正因如此，当那句清淡如你，却浓烈入心的话从粉丝口中说出时，哪怕只是短短10个字，却像诗一样打动了无数人。它不仅仅是一句情感表达，更是一种精神共鸣，一种价值认同。在王一博身上，我们看到的是一种极具时代反差感的偶像特质。他不是流量制造机，不靠话题生存，他靠的是沉默中现锋芒的实力。在纷纷扰扰的圈内环境里，他依旧坚持自我，从不随波逐流。从赛车到演戏，从跳舞到音乐，他始终在努力拓展自己的边界，却又从不炫耀，不造作。
他知道自己热爱的是什么，也明白自己的责任。他从未在聚光灯下迷失方向，反而始终坚定地走在属于自己那条清淡却坚韧的道路上。也正因如此，他的每一个清淡举动才显得如此动人。比赛失利后默默鞠躬的背影，拍戏间隙不说话但细心照顾同组演员的小动作，面对赞美时的腼腆和不善言辞，对粉丝的回应总是简单但有力。这一切都不是精心编排的桥段，而是发自内心的流露。那些说他冷漠的人，终究会在一次次细节中读懂他的真挚，而那些坚持陪伴他的粉丝，也一次次在这样的细节中感受到温柔的力量。感谢您观看视频。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请不要忘记点赞、评论和订阅。祝您生活愉快，充满活力。再见。